幸亏我们院长及时给您做了开胸手术，止住了出血点，再加上谭司令亲自给您输血，才把您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。谭司令给我输血了？对啊，输了600毫升呢。进来。哎，关耀兄，还没走啊？我家的老宅修缮好了，刚才光顾着和徐成对宾客名单了，忘了时间。谭司令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啊？公务这么忙？嗨，什么公务不公务的？我这儿没有家，所以吃住啊都在司令部，不像你财大气粗的。听说你们家那老宅占地足足10几亩啊，而且还引了这个黄浦江的水，修了荷花池。落成了，一定要请我去啊！那是自然。哦，对了，谭司令明天有事吗？明天，哦，明天我要出去一趟。怎么，你有事儿啊？哦，没什么。本来想邀请你帮我参谋参谋，这个宾客名单到底适不适合？不，这个不行，这个督军府的排场我参谋不了。那希望老宅落成一事，谭司令可不要缺席啊！一定捧场。你还有事儿吗？我没事。司令，徐督办这么晚来找你，这到底是要干嘛呀？他这是心软了。老夫，帮我谢谢谭司令。司令让我代他谢谢您，说您帮了他的大忙。慢点啊！仕途凶险，还望谭司令多多珍重，帮我转告他，无论他的身份如何变化，我永远是他的朋友。让一下，我代司令谢谢您。慢点啊！少帅，不是药品，是枪。天津机器局隶属于裴督军，专供于裴家军队。他们的枪为什么在你这儿？既然知道是裴家的产业，那您管的是不是太宽了？你是裴家的人，是裴督军让你们走私军火的？
你们要把军火卖给谁？如果是卖给革命军，那就是通敌。少帅，钱包都搜遍了，没有任何身份证明文件，只有几张月票和沪票零钱。你做了假身份、假简历，并且把你的月票换成了银元和沪票，为的就是方便能够在上海使用。但是，你还留了一点月票的原因，是因为等事情结束之后，坐火车回广州，到时候你会需要月票零钱，坐黄包车，银元找不开，沪票也用不到。你们往返于上海和天津，留着月票做什么？我有理由怀疑，你们去过广州。如果你不把原因交代清楚，那我就只好把你们关起来慢慢查。到时候查出什么，连累了你们陪都军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徐少帅，我能和您单独谈谈吗？你是说，这批货是谭司令跟你订的？是。谭司令说，督军府的军饷总是不能足额交付，导致民团的士兵尚不能做到人人有枪，所以私底下在我们这边订购了一批枪支。这么说，你是天津机器局的人？没错。徐少帅，您和我们裴少帅也是至交好友，应该知道徐督军私扣军饷之事。裴督军为了弥补缺口，才责成我们机械局贩卖军火。如今各地政府开支巨大，我们暗中交易也是为了避开高额税费。但是我们只与各个督军府管辖的军队做生意，从来没有接触过革命军。既然如此，为何你们身上背着月票？人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贩卖军火的生意毕竟不是光明正大的，我们身上带着月票，即使被抓，也不会想到机器局头上。你为何要告诉我这些？徐督军与裴督军现在共同掌权，您与裴少帅又是好友，我给您说明缘由，是省得大水冲了龙王庙，引起不必要的误会。那身上带月票，是你想的？小的哪有这等心思，是督军府嘱咐的。督军啊，查的怎么样了？少帅说，谭玄林私自向天津机器局购买了枪支，因为涉及到裴家军火，所以少帅把事情压下来了。谭玄林现在买枪，肯定是声东击西，他是在混淆视线。属下继续派人盯着，我就不相信他露不出狐狸尾巴来。还有啊，抓紧时间筹备老宅的落成仪式。光耀和母家的婚事要赶紧定下来。是。司令，这是徐督办交给你的。他有说别的吗？什么都没说，就说请您去参加徐家老宅的落成仪式。哎，那个廖先生安全离开了吗？放心，司令，您这么故意的去买走私军火，掩护那批药品，您就不怕引火烧身啊？我就是要烧这把火。前段时间，有个人给我介绍了一批走私军火的人，我去跟他们谈生意的时候，偶尔发现，这帮人身上也有月票。
后来跟其中的一个人混熟了，他告诉我，现在啊，各督军府谈革命党色变，万一走私被抓，就直接推到革命党头上。我问他是怎么想出这个办法的，他跟我说，2个月前有人试过，所以他们的老板才让大伙效仿。我算了一下时间，2个月前正是庆功宴徐光耀被刺的时候。这伙人什么来路？我侧面打听了一下，这帮人呢，跟天津机器局有关，而且从这帮人的行事作风来看，颇有军人的作风，所以我判断，这一定跟裴勋有关。裴勋，如果是他派刺客刺杀徐光耀的话，那可就有意思了。这个徐光耀啊，是个真君子，只可惜生错了时代，这世道配不上他。督军，哦，你怎么站在这里啊？也不怕着凉啊？父亲舟车劳顿，儿子当然应该出来迎接。知道你孝顺啊。谭玄林是否通敌一案，你就不用再查了，我派别人去查。是儿子办事不力，请父亲责罚。哎呀，责罚倒不必了，不过这次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征求你的同意。父亲有什么事需要征求儿子的同意？我先看看啊。这几块太湖石都是从宜兴新运过来的，池塘的水也都疏浚了，引了黄浦江的活水进来，养了您最喜欢的睡莲，还有锦鲤。鱼戏莲叶间，倒也不失为一景。看起来费了不少心思啊，修得不错。父亲喜欢就好。环境挺好的，真大啊！多谢多谢啊！好，徐督办，恭喜啊！欢迎欢迎，好，里边请。莫公，听说近日身体不适，在法源寺吃斋念佛，不知身体好些了吗？身体倒是无恙，求个安心罢了。只是把这么重的担子甩给了晚清，这孩子辛苦了。是啊，我刚才也看到他了，确实有些闷闷不乐。一个女孩子担这么重的担子，着实是难为她了。多谢谭司令。谭司令，我们光耀今天可是双喜临门呢。哦，还有什么喜事啊？说出来让我听听，我也沾沾喜气儿。那我就不瞒谭司令了，父亲要替我向穆家求亲。啊？这么突然啊？里边请。好。光耀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个谭司令不怀好意。别乱说话。一会儿和蓝老板合作一出《龙凤呈祥》如何？你听我这嗓子，今天就不在督军府丢丑了。蓝老板的《龙凤呈祥》可谓一绝，今天唱也是为了讨个好的彩头。光耀今年虚岁25，去年在陆军总部当了1年的参谋，如今在沪上任职，也算是独当一面了。不过这一个人过日子总不是个事情，我想是该给他讨一门亲事了。俗话说得好，成家立业，男人嘛，总得有个家，做事才有底气。不如咱们趁热打铁，订婚仪式就安排在下月初8，那是个宜婚嫁的黄道吉日。好，能够得到督军府的垂青。好。
来，喝茶。嗯。爸，我突然想起公司还有些合同要签，我就先走了。婉清，你不听完郎老板的《龙凤呈祥》了吗？我也不懂戏，你们听，我先告辞了。婉清啊，徐督军啊，哎，公司最近生意颇多，婉清心情不佳，多有不周，还望督军和贤侄多多谅解。哎，我倒是挺喜欢婉清这个爽利的性格啊，是个能干大事的姑娘。光耀啊，你可不要被比下去啊！啊，父亲说的是，儿子自当更加努力。哈哈哈哈！好，走，听戏去。好，请。哎，那个小报记者叫什么来着？哪一家？就是那个刊登徐光耀和裴少军的那个照片的那个。啊，火花报。火花报是吧？派个脸生的给他送过去。这唱的是哪一出啊？快去。啊，好。光耀，怎么喝这么多？我感觉他不是很想和我定亲。既然穆公已经答应了，想必他不会食言。其实，在医院的时候，我就和他表达过好感，但是他没有给我回应，还逐渐疏远我。我猜不透他在想什么。我觉得还是找他问清楚比较好。我想问他，但又怕问他。我怕他拒绝我，我怕他心里没有我。你们说，我要是装傻，把他娶进门，用一辈子去保护他，他会爱我吗？你这么做有些自私。我就自私这么一回，我用一辈子去爱他，去护他，难道不够吗？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叫人生死相许。朋友，你别难过了，人家还不是不拿我当回事儿。来，咱们难兄难弟喝一个。光耀，我也陪你一个。啊，老裴，你在这儿凑什么热闹？我和光耀喝酒，这叫同是天涯沦落人。光耀，不是说好再去喝两杯吗？怎么到这儿了？能陪我去走走吗？还在为婚事烦恼吗？少君，我有个东西，想给你看一看。这是我裴家机器局造的枪，
怎么会在这儿？看来你还不知道，你父帅军火走私生意的事吧？军火走私？再看看这个，负责走私的是天津机器局的人，他们亲口告诉我，为了避免暴露身份，他们随身会携带几张月票，一旦被发现，便可退给革命军，避免连累督军府。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情形似曾相识？不可能！你仔细想想，如果当时那名刺客被认定是谭司令的人，那么我父帅一定会对谭玄龄下手，误信北京权力之争。你父帅便可趁机掌握实权。若是认定是革命军的人，那么我父帅一定会调集大军，与革命军决一死战。你裴家出兵压力骤减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，都对你父帅有利。只是没想到，我的命这么大。我会回北京把事情查清楚。如果真的是我父帅做的，我再向你父亲请罪。少君，少君，这件事你知，我知，我不会告诉我父帅，也不会告诉任何人。仅凭这几张月票就下定论，未免为时过早。如果不查，万一并非我父帅所为，那我们裴家岂不是白白担了不白之冤？你要查，我不拦你。我只是希望我们这件事，到我们两个就好了。你自己什么身份你不知道吗？你是司令的妹妹，还去百乐门当歌女，还当众表白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矜持？我没有去当歌女，我就是去玩玩，我没当歌女。二哥，我知道我错了，给你丢人了，那要不干脆你就别让我留在上海了，你把我送北京去吧，眼不见心不烦。是你傻还是我傻？我把你送到北京，让你和那个裴少军鬼混，你想得美！我现在就把你送回老家，让老家的叔伯们盯着你读书。二哥，我在上海待惯了，回江城那种小地方，我待不惯。你待不惯是吧？从今天开始，你不能再见裴少军。你不让我见裴少军是吧？那我就撞死在这儿。你别拦我！你别拦我！你让我撞啊！你别拦我！让我撞啊！让我撞！撞呀！让我撞呀！你今天要不给我撞死在这儿，你永远都不能见他。撞啊！二哥，我就是想离自己喜欢的人近一点。如果他也能喜欢我，那就值了。什么丢不丢人的呀？其实也没什么，罪不至死嘛。你丢的是你的脸吗？你丢的是我的脸。那要我喜欢一个人就是丢你的脸，那你呢？你看穆家大小姐那眼神儿，你眼神都直了，别以为我看不出来。那我还说，你丢的是我的脸。谭森，把他送学校，不准让他出校门，放假送回老家。是。二哥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哥哥，你不丢人，你一点都不丢人。谭森，四小姐。二哥，四小姐，你就让我留下来呗。四小姐，请吧。
火花报重磅消息：穆家小姐穆婉清即将成为督军府少奶奶，却与上海司令谭玄龄关系暧昧。卖报卖报！这谭玄龄果真是闲不住啊，又开始作妖了。啊，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？不喝光耀喜酒了？不喝了，我要回到北京。你这平时不是一向都躲着你父帅吗？这好不容易有机会光耀结婚，有理由留在上海，你怎么还主动回去呢？有件事情，我必须亲自调查清楚。你帮我向光耀带个好。你们这一个个的都是怎么了？奇奇怪怪的。唉，司令，你看，火花报的照片登出来了。果然，头版头条。要说这火花报的记者也太不会拍照片了，这怎么挑了个这么个角度拍？啊，当然，司令是360度无死角。这样，你呀，去把各大报社的记者叫过来，我要开一个新闻发布会。好。就你鬼点子多。小姐，我听说谭司令也看到这个报纸了，正准备开记者会澄清呢。知道了，先下去吧。是。有报纸就够了，你开记者会干什么？哼！来，光耀过来。来，你自己看看，啊，这让我们徐家的脸往哪儿搁呀？这个谭玄龄，真是胆大包天。父亲，这八卦小报不足为信。哼，空穴来风未必无因。之前谭玄龄为了穆家出面，竟敢去得罪日本人。若非他是和穆婉清关系匪浅，他肯冒这个险？你这个做督办的，连他们沆瀣一气，你都没有一丝察觉。如果穆婉清真的看上了谭玄龄，那就真的把我们徐家脸给丢尽了。他们才认识几个月啊，竟然好到私下拉扯的地步，你连自己的青梅竹马的女人都哄不住。督军，少帅，刚得到消息，谭玄龄准备在司令部召开记者招待会，澄清火花报的不实报道。父亲，谭玄龄如此大张旗鼓的澄清，说明这确实是谣言啊！哼，谭玄龄诡计多端，恐怕没那么简单。教室等你。嗯，好。走，咱们一起过去。好。哪本啊？啊，行。
这全上海滩追男人追到我这个份上的，估计也没有几个了吧。号外！穆家千金大婚在即，却与上海司令情缘难断。号外！穆家千金大婚在即，却与上海司令情缘难断。号外！你刚说什么，小孩？穆家千金大婚在即，却与上海司令情缘难断。钱呢？便宜点啊！好你个谭！正好再来啊！好你个谭玄龄，管我管这么紧，自己就春风得意，我呸！和穆志远约好了吗？他不在办公室，没有人接电话。那他能在哪儿呢？穆老板怎么来了？开酒，你得给他塞。穆老板，你不会是来劝我们的吧？是啊，没错，我确实是来劝你们的。穆老板，你可什么都别说了。这些日本人要是不把杀人凶手交出来，不道歉赔偿，我们是肯定不会走的。对，赔偿，对，赔偿。这位大哥，你先别着急，我爸爸是来劝你们的，但我爸爸是来劝大家加入我们穆家纱厂的。我听说穆家纱厂早就没生意了，生意早让人抢光了。各位，只要你们敢来，我保证每个月给你们30块大洋的薪水。穆小姐，你该不会是骗我们的吧？只要大家信得过我，就来我们穆家棉纱总厂签团契。我穆婉清白纸黑字保证每个月30块。就算棉纱市场不景气，我们还有仓库，还有码头，还有船运公司可以养你们。穆小姐，那我们死难的兄弟怎么办？他们日本商会就要逃离罪责吗？这位大哥是个汉子，讲义气。我穆婉清也是个讲义气的人。只要你们签了团契，就是我穆家的人。爸爸会以华商总会的名义和日本商会进行交涉。一定会还你们一个公道。看来穆志远这次是不会给我们留余地了。哼，他以为拉拢几个工人，我们就无计可施了吗？会長の意味は？现在我们的洋纱在沪上经营得很好，沪上很多大佬都想入股赚一笔，我就不信，谭玄林这个新任的上海司令，竟然不动心。可他，毕竟是江城谭家的人，那当年的事情，没关系。中国有句话，叫有钱能使鬼推磨。我想会会他，探探他的口风。婉清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想当初我们也是费力翻波折才来这儿上的班，这段时间我们配合的也很好。我真的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你要辞职？光耀哥，谢谢这段时间这么照顾我，但现在家里不是发生了巨变吗？爸爸希望我能打理穆家的产业，我这个做女儿的也该尽孝了。
婉清，我怎么觉得这2天你对我的态度好像不太一样？是不是因为在医院我对你说的话，让你觉得不舒服了？当然不是啊，但我已经想好了，你就不用再劝我了。我家的老宅子也快修好了，现在你又辞职，我以后是不是很难见到你了？我们这不是各自都在忙各自的事情吗？没有天天见面很正常。好吧，看来你心意已定，那就听你的。只是以后碰到事情，可千万不要忘记我这个哥哥，好吗？好，那我先走了，爸爸还在等我。我的亲哥哥，10年前死于你父亲之手，而你却像亲哥哥一样对待我。我不想让仇恨伤害到你，光耀哥，对不起，我只能选择离开。我谭某和日本商会素无来往，不知道这次所为何事啊？谭司令，我们日本商会在中国是代表所有日本商人的利益，一向以和为贵，恪守生意人的本分，从来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。伤天害理的事？谁说你们做伤天害理的事？这是诽谤，你可以告他们的。既然谭司令也认为我们是守规矩的，那不知谭司令对近日我们与穆家的风波如何看待啊？我呀是个行伍之人，不懂生意。谭司令，有时候旁观者清，我想请您给评评理。但说无妨。我们的洋纱又好又便宜，市场销路很好，这确实影响了一些土纱厂的经营。但是做生意嘛，就是大浪淘沙，要想不被市场淘汰，就要不断进步，与市场保持一致。你说对吗？有道理。但是穆家却不肯改良自己的技术，恶意与我们竞争，煽动工人闹事，扰乱市场的价格，挖我们的墙角。即便穆家是上海的大亨，我们是外来的，但是市场是平等的。如此排外，恶意搞垮物美价廉的洋纱厂，这是让上海所有的老百姓都得不到实惠啊！穆家这次做的确实过了。但是山下先生，这棉纱的生意呢，我不太懂，而且不归我们司令部管，所以我也是爱莫能助啊。谭司令，我此次来找您，是有一笔生意想和您一块儿做。山下先生，你有什么生意可以跟我做啊？不瞒您说，此次办洋纱厂，沪上很多大佬都已经入了股的，但是穆家坏了规矩，洋纱厂现在办不成了。但是我不能失信。我想从青岛运洋纱到上海来售卖，算起成本，要比自己建纱厂还划算。但是这上海毕竟是谭司令的地盘，所有港口码头都由谭司令的民团把守，
我想请谭司令开个绿灯，让我们畅通无阻。当然，我自然不会亏待你的。你的意思是，只要我让你们把货运到上海，我就有钱赚，对吗？谭司令果然是聪明人，一点就透。好，这有钱不赚是傻子。你尽管运，你运得越多，我就赚得越多。以后你就是我的财神爷了。谭司令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哎，慢点啊！好。山下先生，司令让我们过来帮您卸货。长官，这一车的货我们已经快装完了，就不麻烦你们了。啊，原来你们只有2车货呀！哎呀，司令还特意让我们腾了一个大仓库过来给您放货呢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可能连个角落也放不满。哎，这只是我们的第一批货，小试牛刀，我们还会增加的。谭司令的大仓库对我们是非常的有用的。行。那如果以后有需要，你就招呼我，我带兄弟们过来帮忙。替我谢谢谭司令，也谢谢你这位小长官了。山下先生，那我们先走了。来马齐了。婉清，爸，还没睡啊？不还是沙场的事吗？算了，太晚了，早点回去睡觉。怎么抽了这么多烟啊？他们的沙场不是办不成了吗？咱们挖了山下纯一的墙角，让他们的工厂不能生产。他们呢，就利用日本商会从青岛进了大批的劣质洋纱。咱们的棉纱要想卖出去，就得和他们一个价。之前咱们答应工人月薪30块不变，每卖出一批亏2块大洋。如果是短期维持，没有问题；要长此以往，会把咱们穆家给拖垮的。如果不让山下纯一从青岛运洋纱，事情不就迎刃而解了？他们是正常渠道进来的，又不违法，我们有什么办法？如果我们请谭司令出马呢？事情是不是就能解决？绑紧了吗？肖长官，今天我们的会长特意加派了人手，这一船的货很快就装完了，就不麻烦你们了。来，接着。你们这是做什么？谁允许你们在码头卸货的？有通行证吗？通行证？这是谭司令亲口答应的货，谭司令不是都把仓库准备好了吗？这怎么还需要通行证呢？仓库是准备好了，但是从码头到仓库的这段路需要通行证。没有啊？那不好意思了。把所有的货全部扣下，拉回司令部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小师弟，我们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，这从码头到仓库还需要通行证的呀。那你今天就见识见识吧。这个是谭司令的货，谭司令是有股份的，难道你们就不需要请示一下吗？谭司令更应该以身作则，照章办事。拉走！哎，小师弟，你这不能说扣就扣啊，这可是谭司令亲口允许的呀。那你去找谭司令啊，谁答应你的，你找谁啊？你跟我说不着。走。
司令，山下先生到了。哎呀，山下先生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请坐，请坐。谭司令，我刚刚运到码头的一船棉纱被你的手下给扣了，说是从码头到仓库要办通行证。我之前怎么从来没有听过有这个说法？山下先生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这个我之前没跟您说，现在办也来得及的。怎么个办法？简单，这个一车一证，一证5000大洋。谭司令，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？你的吃相，未免是不是有些太难看了？哎呀，山下先生，之前说过的，我只要让你们把货运到上海，就给我钱啊。没错，我是说过，但是首先你得让我赚钱。如果我赔了钱，我怎么给你分红？你一车收我5000块，你作为股东，怎么会分到钱呢？山下先生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呢就是一马匪出身，不懂经商的，我就是想赚快钱。你说我就是怕你啊，这会出现问题，所以我才想了这么个办法。我是觉得，你们每运一船棉纱，就把该给我的钱给我，之后不管你们卖不卖得出去，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。我赚的是旱涝保收的钱啊。谭司令，你这么做未免也太霸道了。我们日本商会在中国经营多年，政商界的大佬也合作过不少，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你这样提出要求。他们不敢提，我就不能提了吗？那山下先生既然这么看重他们，为什么还要来找我呀？谭司令，我看啊，你并不是真心想与我们合作，而是想趁机讹诈。哎呀，山下先生，我收你的钱是有道理的。你想想啊，你们的船每天都要停靠在这16铺码头，那这棉纱装货卸货，那灰尘满天，弄得我这个码头都是乌烟瘴气的。还有，你们那个船是烧煤的，那弄得我这黄浦江都浑得不行了。我收你点钱不过分吧？这样，我们各退一步。我们答应办通行证，一车500块，如何？山下先生，这个价钱不是这么看的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我知道你们日本人有的是钱，你们那商会大楼盖的比我们这司令部可高级多了，这点钱小意思。哼，我们即便有钱，也不能成为被你敲诈勒索的对象。谭司令贵为上海司令，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吧？我当然明白，我就是按规矩办的事，这就是我的规矩啊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原来谭司令表面上与我们合作，实际上和穆家是一头的。哎，山下先生，谁给我钱，我跟谁一头。你只要每车给我5000大洋，我立马跟你一头。你就不怕我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吗？去吧，反正他们也不管我，我也没办法呀。要是我不出这笔钱呢？哎呀，不出这个钱，好办，你来多少我扣多少。我部队人多，需要用到棉纱的地方也多的是。再不行，我还可以卖出去，换点军饷，里外都不吃亏呀。好，那我们就看一看，最后到底是谁吃亏。再会。哎，山下先生，慢走啊！司令，我看您把山下先生气得够呛。哼，我这是给他留着面子呢。这要是闹得太大，不太好收场，不然我今天能给他气死在这儿。要说气人的功夫，那您是1等1的。
抓住他，抓起来！放我们走，否则我就开枪了。全都绑起来！是。老实点。你们还不救活吗？这些棉纱很快就会烧起来，把木匠沙场烧成废墟。你们留在这里，也要一起陪着。死了可他妈的！做什么春秋大梦？你也不看看，火都快灭了。我有可能的，李丽。司令知道你们憋着坏，就等着你们来呢。带走，走。谭玄林，看着，一马都西，莫修卡。一个小小的上海司令，竟然敢这么嚣张，自然有人会治他的。哎，先上去来。上夜奇才，大家都有见识，一定要把记录还原。长得漂亮，又厉害，真是没想到。上夜奇才啊！是啊，就是啊，釜底抽薪，重创日本商会啊！对，长得漂亮。干得好啊！穆公早，穆公。今早例会，各位老板来的早安。穆公，报纸我们都看了，令爱可真是生业奇才呀！啊，他将工人都招揽到咱们穆家工厂，使得日纱厂不得不停工。哎呀，这招真是太妙了！是啊，当初日本人把棉纱运到上海，低价竞争，而穆家没有惊慌，依然有序生产。现在日本棉纱缺货，我们又有库存，迅速占领市场。看来令爱是早有谋划呀，厉害厉害！当然，还有穆先生坐镇啊。难道我还能和自己的孩子抢功不成？孩子大了，能替我分忧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哎呀，穆好福气呀！好女儿啊！唉，司令，您这是又让穆小姐出了一回大风头，连洋人的报纸都夸她是商业奇才呢。那是，也不看看她背后的男人是谁。哎，这穆小姐还真是不一般啊！一个女孩子家能看出这么多门道来。哼，这女孩子毕竟是女孩子，跟我比可能还差点，但是她有一点不得不说，她选男人的眼光真的厉害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懂规矩。安强，这次和日本商会的较量，多亏了你的主意，穆家才没有被击垮。你有经商之才，爸爸很是欣慰。我们穆家后继有人了，爸爸想让你独挑大梁，历练历练。爸，您的意思是？我想逐步把穆家的生意交给你管理。等时机成熟了，再全部交给你。那您呢？家里发生变故以来，爸爸的身体一直不济，整夜都不能入睡。我想到法源寺去吃斋念佛，调养一下身体，也让自己的心情平静平静。你是经商之才，爸爸看得出来。尤其是这次和日本商会的较量中，你目光如炬，胸有韬略。把穆家交给你，爸爸放心。爸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
我会守好我们穆家的产业。徐督军，谭玄林为了穆家，竟然敢坑我们日本商会，这在历任的上海司令当中，可是头一回。你就不担心谭玄林与穆家越走越近，脱离了督军府的掣肘，将上海占为己有吗？山下先生提醒的是，这谭玄林确实不可小觑。他先是抓住了我们的把柄，成立了民团，现在又和穆家好的穿一条裤子。要是再这样下去，这上海就真成了谭家的地盘。徐督军，10年前若不是我们出手相助，恐怕你也没有那么容易战胜罗督军，一举上位。当然，您事后也给了我们丰厚的回报，奠定了我们日本商会这10几年发展的基础。这些年虽然我们没有合作联系，但是我们日本商会和徐督军督军府可是休戚相关的。哈，当年的事情，徐伯君一直十分感激。世人都以为我今日今时的地位是靠穆家的财力支持，但我心里清楚，山下先生当年鼎力相助才是关键。我相信徐督军是个念旧感恩之人。这个谭玄林，说起来也是您的弟子。他如此这般刁难我们，俨然以上海王自居，这样下去，恐怕上海老百姓只知道有谭玄林，而不知道有督军府了。山下先生放心，你们的货物督军府如数赔偿。你们日本商会今后在生意上有用得着我出面的话，督军府一定鼎力相助。至于谭玄林，我必须先消其羽翼，然后斩断他与穆家的关系，方可动手。留着谭玄林，无异于养虎为患。这我心里有数，山下先生请放心。好，既然徐督军心中有数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进来。是。啊，上海的老宅子修好了吗？已经差不多了，等打扫完毕之后就可以入住。到时候举行个落成仪式，我亲自主持，请木工和沪上那些老板都来参加。督军，不过是装修个老房子，为何会办得如此隆重啊？谭玄林替穆家出面，搅黄了山下先生的洋纱生意。谭玄林这小子为了穆家，竟然敢得罪日本人。是啊，看来光耀住院的这段时间，谭玄林没少给穆家套近乎。可是我最近听说穆公身体不适，穆家的上上下下都是由穆小姐打理，而且穆小姐跟咱们少帅青梅竹马，肯定会站在咱们这边。想必谭玄林这小子是有心讨好，剃头的挑子一头热。多派些人手，暗中盯着谭玄林，有什么随时向我汇报。该是向穆公提起两家儿女亲事的时候了。当时联姻被谭玄林搅了局，这一次借老宅子落成仪式的机会，我亲自向穆公提亲。是。唉，这人也见不到，这夜宵也吃不着。怎么了，司令？想吃宵夜了？我给你买去。有事儿说，没事儿滚。有事儿。廖先生来了。谭司令，我就开门见山了。庆功宴之后，我来找过你，提醒你刺客并非革命党所派。可为什么在结案的时候，你还是把这笔账算在了革命党头上？六叔，因为当时一时没查明真相，也没有真相的线索，所以是没查明白，还是不愿查？
我明白，你一个人在上海无根无基，倘若遣散军队，便会任人鱼肉。你千方百计的想要保住军队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可是这么一来，租界里的洋行都视广东商人为洪水猛兽。我这次来沪，几个熟悉的洋行都不肯卖西药给我。我多方打听才知道，原来是总董事费安顿认为是革命军想要迫害约瑟夫，所以示意所有的洋行不要跟广东商人交易，避免物资落入革命党手中。谭司令，你说，是不是你搅黄了我的生意啊？所以廖叔，您做的是西药生意啊？你也知道，当年我在你父亲手下当的是军医，所以西药生意也算是老本行。辛亥革命时，您进入我夫军中，由马匪武装成为一方镇守使，所以您的老本行应该是革命。谭司令怀疑我是革命党。廖叔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当年，您为我们谭家军仗义直言，对我也是多有照顾。所以，即便您是革命党，我也不会抓您。廖叔，您想要什么？没错，我确实为革命军做事。现在我军正在跟徐伯军交战，急需阿司匹林跟奎宁。廖叔，这些都是管制药物，如果被人发现，我会背上通敌的罪名。其实上次我来找你的时候，就想告诉你，你们谭家除了你以外，都死于军阀混战。你一个15岁的孩子，带着几千人靠冲锋陷阵讨生活。那许伯钧、罗炳文，可曾对你有过一丝的怜悯？我不需要他们的怜悯，我自己的我可以拿回来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？我相信凭你的实力，有朝一日取代徐伯钧也不是不可能。可取代了之后又如何呢？你方唱罢我登场，踩着黎民百姓的鲜血尸骨爬到高位，然后等着被下一场的血雨腥风再掀翻。那你这个谭督军和徐督军、罗督军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对，廖叔，你说的对。但是我又能怎么样呢？我为了我的兄弟们争一个好前程，我有错吗？我还是没明白，您到底要什么？我只想为天下人争一个好世道。现在革命军在前线浴血奋战，为的不是自己，是为了把百姓从军阀混战的轮回中拯救出来。可他们现在因为没有西药，受了伤只能等死。谭司令，你为了保住你的军队耍些手段，这无可厚非。可是你却断了我前方千万将士的生路啊！玄林呐，为众人实心者，不可使其暴毙于风雪。